我今年99岁了。如果你问我，在我这就快1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见过的最致命的毒药是什么？很多人会猜是懒惰，是贪婪，或者是运气不好，全错。毁掉那些绝顶聪明的人，毁掉那些千亿帝国，甚至差点毁掉整个全球金融体系的东西，只有一个词：复杂性。我这一生都在和世界上智商最高的人打交道，他们能解开最难的方程，能构建最宏大的模型，但最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输得一败涂地。为什么？因为他们得了一种病，我称之为复杂崇拜症。今天我不想给你们灌输什么成功学鸡汤，那是骗傻子的。我想给年轻人的最后一份礼物是一把手术刀，我们要用这把刀切开这个世界精心包装的精英谎言。只要你听懂了我今天说的话，你不需要比别人聪明，你只需要不比别人傻，你就已经赢了。让我们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如果你想彻底毁掉一个国家的经济，你会怎么做？最好的办法不是扔炸弹，而是雇佣一大群物理学博士和数学天才，让他们去华尔街发明一种连上帝都看不懂的金融产品。这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2008年之前，华尔街的那群天才发明了担保债务凭证，那说明书厚得像块砖头，里面全是希腊字母和微积分。他们试图证明，如果把1万堆狗屎打包在一起，再用复杂的数学搅拌一下，它就能变成美味的巧克力蛋糕，也就是所谓的顶级安全资产。银行信了，评级机构信了，监管层也信了。为什么？因为模型太复杂，没人敢承认自己看不懂。这是一种群体性的皇帝心意。当时我和沃伦·巴菲特只做了一件事，我们没有去解那些微分方程，我们只是用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问了一个问题：借钱给这些没工作、没资产的人，他们还得起吗？常识告诉我们，还不起。不管你打包多少次，狗屎依然是狗屎，所以我们没碰。结果你们都知道了，那些推崇复杂模型的天才们破产了，跳楼了，世界崩塌了。而我们2个只懂常识的老头，在废墟里捡到了遍地的黄金。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思维模型，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不能用一张纸把你的赚钱逻辑写清楚，那它通常是个骗局，或者是即将爆炸的定时炸弹。在这个充满了各种算法、量化对冲、新概念的今天，你们面临的诱惑比我年轻时多1000倍。记住我的话，避开你不懂的复杂，这不是保守，这是生存的智慧。京剧聪明人之所以破产，是因为他们总以为复杂的模型能战胜简单的常识。如果你在玩一个你看不懂的游戏，那你就是那个被宰的傻瓜。接下来我要揭露一个聪明人专门用来骗傻子的工具。这个工具的名字很长，叫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每当我听到有人在我面前吹嘘一家公司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有多高时，我第一反应是捂紧我的钱包，第二反应是想报警。这帮投行的精英们发明这个概念，听起来非常专业，非常高级。他们会指着漂亮的幻灯片告诉你们，查理，你看，虽然我们净利润是负的，但我们的这个指标在飞速增长，这简直是胡扯。让我用最粗鲁的方式告诉你这是什么意思。这就好比你计算生活费时，故意忽略了你必须吃饭和付房租的事实，然后宣称自己是个富翁。常识是什么？常识是，如果你开工厂，机器会磨损，厂房会老化，那是实实在在的成本，你必须花真金白银去修、去换。
这叫折旧。那帮银行家大笔一挥，把折旧抹掉了。那是为了什么？为了把一坨烂泥包装成金子卖给你。沃伦和我从来不看这个指标，我们的算法简单到令人发指。这家公司今年流进来了多少现金，减去维持生意必须花掉的钱，剩下的还能进我们口袋多少？这就是所有者收益。我记得有人曾向我们推销一家电信公司，满嘴都是调整后利润和用户增长模型。沃伦只问了一句：除此之外，你们每年要花多少钱换那些烂在地里的电缆？全场鸦雀无声，因为一旦算上那个真实的成本，这家公司就是个焚烧炉。年轻人别被那些花哨的术语吓住。如果你看不懂财报，不是因为你笨，是因为有人在试图骗你。京剧在这个到处都是精算师和会计魔术师的世界里，只有现金流不会撒谎。任何试图美化痛苦成本的指标，都是为了掩盖丑陋的真相。如果说前面的复杂是坏人骗傻子，那接下来的这种复杂是聪明人骗自己。这种病在顶尖大学最流行，我叫它铁锤人综合症。如果你手里只有一把锤子，那全世界在你眼里都是钉子。看看那些经济学教授，他们极度迷信有效市场假说，他们建立完美的数学模型，证明市场是理性的，股价永远反映价值。这在数学上美得令人窒息，但在现实中蠢得不可救药。如果市场真的是有效的，我和巴菲特这几十年在干什么？我们在捡钱吗？如果市场总是对的，那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岂不是个笑话？这些教授犯了物理学嫉妒症，他们希望经济学像物理学一样有精准的定律，但他们忘了最基本的常识：市场是由人组成的，而人是会疯的，人有贪婪，有恐惧，有嫉妒。当这些化学反应发生时，市场会变得极度低效。1973年股市腰斩，难道美国一半的工厂一夜之间蒸发了吗？不，只是人的情绪从贪婪变成了恐惧。你不能只用经济学解决问题。现实世界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一个商业问题往往同时是一个心理学问题，一个生物学问题，甚至是一个伦理学问题。所以我逼自己学习多学科思维。我不是要在每个领域都当专家，我只需要掌握每个学科最核心的大道理，数学里的复利，物理学里的临界质量，生物学里的进化论，心理学里的误判心理学。当你遇到问题时，不要试图用一个公式去套，你要建立一个格栅思维模型。拿出你的工具箱，问问自己，这在心理学上讲得通吗？在工程学上稳固吗？别当那个拿锤子的书呆子。拿着地图发现路不对时，蠢人说地图错了，聪明人说路错了，而智慧的人会扔掉地图看路。别让你的学历成为你认知的囚笼。现在我们要聊聊一种被聪明人严重低估的常识——道德。在商学院里，他们教你计算风险收益比。如果干一件缺德事能赚1000万，被抓的概率只有 5%， 罚款只有500万。数学期望是正的，那聪明人就会去做。他们叫这合规成本，我叫这愚蠢的自杀。为什么我和沃伦坚持极度诚实？不是因为我们是圣人，而是因为我们懒。撒谎太累了。如果你说了一个谎，你就要编造10个谎去圆它。你得防着律师，防着媒体，防着合作伙伴。你的脑子会被这种复杂性占满，你会焦虑，会失眠。而我们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的路，绝不卖我们也绝不会买的东西。如果一个产品是垃圾，佣金再高我们也不推。如果公司账目有问题，股价再涨我们也不碰。
看起来我们失去了一些赚快钱的机会，但反过来想，我们在赚什么？我们在赚取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货币——信任。当你不需要律师，不需要几十页的合规条款，仅仅一个握手就能完成几十亿美金的收购时，你就拥有了巨大的成本优势。这就是为什么最好的家族企业想卖公司时，第一时间会找伯克希尔，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不玩虚的。看看安然公司那些绝顶聪明的高管，设计了全世界最复杂的财务迷宫，最后呢，监狱是他们唯一的归宿。好消息可以等，坏消息必须立刻说。这是伯克希尔的铁律，隐藏坏消息就像藏肿瘤，越晚处理死得越快。金句：诚实是最高级的聪明。因为在长期的博弈中，信任带来的复利远远超过你靠欺诈赚取的一点蝇头小利。做一个简单的好人，其实是为了赚大钱。在这个喧嚣的市场里，聪明人最受不了的是什么？是无聊。他们觉得既然自己智商高，就得每时每刻都在操作。他们盯着走势图，试图抓住每一个波段。他们像是在跑步机上的仓鼠，跑得气喘吁吁，却还在原地。常识告诉我们，天上不会天天掉馅饼。真正伟大的机会，那种好公司又便宜的时刻，就像日全食一样稀缺。所以我和巴菲特大部分时间在干什么？我们在坐着，我们像两块石头一样一动不动。我们读书，我们打电话，我们思考，但我们很少交易。我们可能5年都不买一只股票。这在华尔街看来是疯了，是懒惰，但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我们在等待那个甜蜜点，就像棒球之神泰德·威廉姆斯，他把击球区划分成77个格子，只有当球飞进那块只有巴掌大的最佳击球区时，他才会挥棒。哪怕全场观众嘘他，哪怕教练骂他，如果球不在那个点，他绝不出手。为什么？因为如果乱挥棒，你的击球率就会从4成掉到2成。投资界没有3振出局，你可以看着无数个好球飞过去，只要你不挥棒，你就不会亏钱。你只需要在那个完美的机会出现时挥一次棒，就能打出全垒打。学会享受无聊，这种坐着赚钱的能力比你的智商重要10000倍。金句：投资的精髓不是买买买，而是等一等。大部分人的财富都是在为了以此证明自己很忙的瞎折腾中损耗殆尽的。但是听好了，这是常识的另一面。一旦那个球真的飞进了甜蜜点，一旦你发现了一个赔率极高、胜算极大的机会，比如2008年的美国运通，比如1988年的可口可乐，这时候如果你还像个娘们儿一样扭扭捏捏，只敢买一点点所谓试探仓位，那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当你确信自己会赢的时候，你要做的是扔掉棒球棍，直接扑上去，把所有的钱都压上，甚至借钱也要压上。华尔街教你们要多元化，要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听起来很安全，很有常识，但我要告诉你，那是给无知者的解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当然要分散投资。但如果你真的看懂了一家伟大的公司，为什么要把钱分给那些平庸的公司？我和沃伦的投资组合极其集中，我们的前5大持仓几乎就是我们的全部。为什么？因为我们对这5个篮子了如指掌，我们盯着他们，比那个管着100个篮子的基金经理要安全得多。想要平庸，就去多元化；想要卓越，就必须专注。这就是反人性的地方。你要拥有极度的耐心去等待，又要拥有极度的勇气去下注。像鳄鱼一样，几个月不进食，
但在猎物出现的瞬间一击毙命。金句：当金子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你要拿桶去接，而不是拿顶针。机会来之不易，浪费好机会的罪孽仅次于错失真爱。结语：给年轻人的最后礼物。最后，我想跳出投资，聊聊你的人生。我发现那种复杂崇拜症不仅毁了你们的钱包，也毁了你们的生活。现在的年轻人活得太累了，你们追求复杂的人际关系，以为那叫人脉；你们追求奢侈的生活方式，以为那叫成功。你们在感情里充满了算计和博弈，你们脑子里装着无数个复杂的模型，试图解开人生的方程。停下来吧，我和沃伦无论是投资还是生活，原则都是一样的，简单的常识。我几十年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几十年和同一个伴侣相守，我的朋友还是那几个老伙计。我不需要去维护那些虚伪的社交网，因为我只和我喜欢、信任的人在一起。我不需要担心明天股市崩盘，因为我买的是好生意。简单的生活才是有力量的生活。当你面对选择时，永远选那个更简单、更诚实、更符合常理的选项。如果一个商业模式太复杂，别做；如果一段关系让你太累，别维持；如果一种生活让你入不敷出，别过。每天醒来，争取比睡觉前聪明一点点，认真履行你的责任，不管它多小。遇到困难，别抱怨，解决它；面对诱惑，别动摇，拒绝它。听起来像老生常谈，没错，聪明人会嘲笑这些是大道理，但正是这些大道理构成了我和巴菲特一生的基石。别试图比别人更聪明，只要试着比别人少犯傻。在这个疯狂、复杂、充满算计的世界里，做一个简单、诚实、理性的人，这不仅是通往财富的路，也是通往幸福的路。这是我查理·芒格，一个99岁的老头子给你们的最后一份礼物。拿去用吧，它不贵，但它无价。